郑有才是潮州人，20年前他就开始接触这种顶级食材。今天，他准备去捞起今年的第一批黄油蟹。係啊，今日有人考啊，吹冷風啊！哦，呢隻高蟹，冇都係高蟹。哦，有咗，好彩有捉咗一隻黃油蟹。你話黃蟹真係好靚，一手黃油蟹，佢夠老嘛，又夠黃嘛。好，應該仲有一隻啊，冇啊，得一隻啦，一個黃5、6隻有一隻。2年前，郑有才一家在珠江口承包了这1万亩的水面，开始人工养殖黄油蟹。珠江口嗰啲蟹全部食蜆啊，唔同人哋嗰啲食固蜆，我哋全部食白蜆，食呢啲白蜆，大海嗰啲白蜆好靚，啊，一日落2、3千包。在福永，1000只母青蟹可以转化成3到5只黄油蟹。物以稀为贵，所以称蟹王。阿細路啊，今日捉到更多油蟹。攞2隻嚟蒸啊，應該好靚好靚嘅。好，你攞2隻嚟蒸啦啊！今年的第一批黄油蟹，郑有才特意留下2只自己吃，测试品质。好，好，開始蒸，放落去蒸。顶级的黄油蟹必须全身完整，只要蟹身有一点残缺，黄油就会从缝隙中流完。所以，对黄油蟹来说，清蒸是最完美的。來，熟啦，熟啦，啊，在爐裏面啊。哇，夠香啊！蒸好的黃油蟹揭開蟹蓋，一股特殊的蟹油香味撲面而來。蟹蓋上一層黃澄澄的蟹膏，油質甘香嫩滑，美味獨特。哇，好用好用！真係靚啊！我入面全部有。冇油。掀開蟹蓋，撕開蟹腳，金黃的膏汁與肉融在一起，用嘴吮吸，滿嘴都是濃郁的蟹膏，齒頰留香。今年的黃油蟹品質不錯，能賣個好價錢。鄭有才懸着的心放下了。第2天一早，客商按約前來提蟹。喂，阿楊生，你好，今年又來啦。係啊。楊福郎是廣東一家大蟹行的負責人，因為黃油蟹金貴，每次提貨他一定親自把關。有靚蟹就好。珠江口呢度最乾淨嗰啲。黃油蟹有蟹中之王的美稱，其價格是國產重蟹之冠。頂級的黃油蟹會賣到2000元一隻，楊福郎挑得特別仔細。冇錯，呢個就係我哋行內講嘅頭手黃油蟹。係最靚嘅黃油蟹。呢啲部位咧就花油花到關節嗰度，我哋睇嘅黃油蟹。佢呢啲關節嘅部位，呢個就係頂級同埋一般嘅黃油蟹嘅差別啦。呢個係通透油亮，上個光澤非常之靚。咁呢啲咧就暗淡啦。咁我準備今日帶200幾隻翻落去。好。把蒸好的黃油蟹拆解，蟹肉蟹膏混合瘦肉嵌入面皮，變成了極其奢侈的黃油蟹小籠包。熱力燻蒸，讓黃油蟹的鮮甜融入餡料，柔韌面皮將汁水鎖在方寸之間。
潜的时候把它用那个磨一下吗？它是一个仿原生珊瑚礁的一个原理做成的一个人工生态礁。那么它的主要目的是，我们可以把珊瑚种植在上面。廖宝林是一名海洋环保工程师，也是广东珊瑚礁普查项目负责人。2006年，他从广东海洋大学毕业后，就一直从事珊瑚礁保育工作。珊瑚的有性繁殖1年只有1次，廖宝林主要依靠的是珊瑚的无性繁殖。珊瑚的无性繁殖相当于嫁接，剪枝下来后，珊瑚组织会延伸长大，覆盖整个礁盘。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2/1000的珊瑚礁，却养育着全球1/4的海洋生物。其中不乏一些在人类餐桌上名贵的食材，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。石斑鱼是温带、热带海洋特有的，每个珊瑚礁下面都可以发现1、2条石斑鱼。野生石斑体长口大，有尖齿，表皮色彩艳丽，肉质鲜嫩紧致，在粤港澳地区是极为名贵的海鲜。深圳市大鹏新区，全国唯一以 GEP 为考核标准的区，自然资源资产在这里被归档建标，这是考核当地官员政绩的最重要的标准。2个月前，廖宝林接到一个任务，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委托廖宝林所在的组织，在大澳湾投放20个人工生态礁，种植4000株珊瑚幼苗。它会晃来晃去吗？对，我预埋的孔的话，包括全部已经算好了，直接压上去，用垫片一压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去我们今天要投礁的那个海域，去那边把礁盘投下去，然后在那边种珊瑚。今天是投放礁盘的日子，廖宝林一大早便赶往大澳湾。20个礁盘的任务不轻松。成哥，喺水產碼頭嗰度。廖宝林就在这附近的海区发现了石斑鱼，招呼大伙赶紧忙完，晚上加餐。老张，你等一下下去把篮子分好，其他所有人都从一个点下去，不要分散开来了。第一队下去的就在第一个盘，然后你们就各自完成各自礁盘上的，把那个珊瑚放进去就好。廖宝林组织了300多名广东的潜水爱好者，充当珊瑚种植的志愿者。因为要把珊瑚种到礁盘上，这道工序必须在海底完成。我们尽我们现在的所能去恢复这个环境，但至于它今后的发展怎么样，我们不敢保证。但是我们尽我们一份力去做。因为水下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廖宝林尽量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。每次的潜水作业不会超过1小时，在这1小时里，1000株珊瑚被种在了海底。2年后，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将极大地得到改善。
好像是有鱼啊，你看。今天的任务很顺利，廖宝林决定静下来碰碰运气，海钓。哎呀，饵料被吃了，饵料被鱼吃了。今晚加餐喽！修复好的珊瑚礁海区，鱼群成群结队。好像有鱼啊！哇，真的，真的！你看，哎，看看，冲的吧！快！哇，这么大！哇，嗰個沙子隻，4條石斑了，今晚加餐有了。1个小时，廖宝林钓上了1条石斑，1条龙趸。哎呀，今晚给你煮了啊！哇哦！吴的意思就是有米不见米，只取米精华，把米熬成粥水，以米汤为火锅底。廖宝林今天钓的石斑鱼有4斤重，石斑鱼是越大越嫩，越是密实细腻，很有嚼头，烫1分钟即熟。米汤粘稠，可以充分锁住石斑鱼的营养和水分，入口鲜滑，浓郁海味搭配大米清香，荤素融合的恰到好处。开了就可以了，不用煮太久。还是这样吃比较新鲜啊。嘿嘿。吃，我吃老了不好吃了。对于大海，廖宝林有自己的感恩之心。就地取材，适度取用，才是人与自然融洽的相处之道。阳江沙扒盐场906公顷盐田，在晨曦中，逐渐被晒盐人的脚步唤醒。初秋，正是海盐的生产旺季，雨水少，光照强，海水蒸发快。为了抓紧这最后2个月的好天气，工人通常凌晨3、4点就开始收盐。180多名盐场工人，光景好的时候，1年能晒200多吨盐。对在阳江海边生长的人们来说，美食制作离不开纯天然、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海盐。润妹就是個中高手。我哋個煙好靈啊嚇，肉包啊，灑嘅都得，仲有啲青好靈咯，個單檔一光，好亮。阳西县西头镇有着近40公里的海岸线，渔业十分发达。镇上的码头每天都热闹非凡。今年53岁的润妹是码头的常客。润妹说的一叶橙是当地独有的一种咸鱼。润妹在西头镇小有名气，只要到镇上一打听，谁家的一叶橙做得最好，非润妹莫属。一叶橙就是最好的道理，不是红鳝就是有一条姜线，红鳝就没有一条姜线了。个肉很软很滑，很好吃，很香。和当地许多渔民一样，润妹的丈夫陈健康在离码头4海里外的鱼排养鱼。夫妻俩平日里大部分时间都在鱼排上度过。润妹回到鱼排的第一件事是处理今天买到的刀里和海盐。以前的渔船没有现代化保鲜设备，渔民出海时为了防止海鱼变质，就把鱼整条扔进装着海盐的盛里，
腌上1夜之后，再取出烹饪食用。这样制出来的咸鱼，就是当地著名的一夜城。鱼，既是大自然恩赐的谋生财富，又是日常生活赖以果腹的食材。润妹家养的闽鱼生性凶猛，每天都要用海里捞上来的小鱼喂养。海上鱼排养出来的鱼质量虽好，但要看天吃饭，风险也高。一个台风来袭，就可能损失惨重。快点，摆水去。搅呛，妈妈倒回来。鱼排上的生活单调而枯燥，每天风吹日晒，几十年来，对都已经年过半百的夫妻俩来说，劳累早已成为习惯。中午的午餐时间，是一天里难得的放松和享受时刻。天气炎热，润妹今天熬制了一锅粥，解暑充饥。头晚腌好的一夜城，正是下粥的绝配。在一碗海盐的作用下，刀里亮丽的红色已经蜕变。正是下锅烹饪的最佳时间。一夜城的传统做法，正如渔民的生活，质朴简洁。蒸，最大限度突出原汁原味儿；煎，两面金黄，整条上碟，鲜香馥郁，色泽诱人。焗，在砂锅里放少许水、油、姜丝。烧开后，把洗干净切成段的一夜城放进去，焖煮5分钟即可大快朵颐。係翻啦！群你有啲清嘅，硬係不咗硬嘅油味，好香，好甜好香，硬豆味，個煲好香。和咸鱼不同。只经过短短10几小时腌制的一夜城，既有咸鱼的香，又保留了鲜鱼的甜美与水分，达成味觉和嗅觉的双重享受，也因此成为阳江普通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家常美味。好吃。我3个孩子在外面工作。30分之家里的鱼，我都给他寄出去。我幾辛苦，你一到什麼啊？要幾工作幾辛苦，你一到什麼？润妹给孩子寄去的，不只是几条咸鱼。孩子们长大了，走远了，但母亲的牵挂总能附着在故土的味道中，穿越时空，陪伴左右。在这里的干活都很辛苦，在外面好一点，不用那么晒。在这边我们辛苦了，我不让他孩子再辛苦。我的儿子都很乖，我3个女儿都很乖。让离家的孩子吃到家乡的味道，这是润妹用心做好一夜城的最大动力。咸鱼贵过鸡，说的是广府食客心目中一条好咸鱼的价值。然而，对润妹这样海边长大的人们来说，一条发酵过的咸鱼更是餐桌上对生活的回味。每年8、9月份是封开新河村村民吴展坤最忙碌的时节。这里有2百多亩，有2000多猪，2000多坡猪。现在是我一个人，每天由头到尾这10多个钟头是在这里干活的。伺候2000多棵树，为的是秋后果实，号称千果之王的栗子。每年5月，栗子树开花，待秋风起时，
毛茸茸的小球开始由绿变黄，这就预示着栗子成熟了。摘栗子是份苦差事，一根长竹竿，一把铁钳子，200亩地，2000棵栗子树，这就是吴展坤的简朴人生。丰开油栗已经有500多年的栽种历史，河江、西江在此交汇，北回归线横贯而过，宜人的气候让本土栗子与众不同，果实饱满而有光泽，皮儿薄味甜，芳香馥郁，具有其他油栗板栗所没有的粉糯细腻。吴展坤管理的这片栗子林在当地规模不小，虽然老吴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，但是林子大了，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。前年清明的时候，他扫墓，他不小心放鞭炮，把这个山全部烧掉，后来就重新炸结起来。山火无情，几十年树林的栗子树就这样几乎毁于一旦，损失了10几万元。从那以后，吴展坤干脆就住在了山上，只有节假日才下山回家看看。平时偌大一个山头，就老五孤零零地守在这里。太阳落山了，山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吴展坤抓紧时间把刚摘下来的栗子处理一下。山林渐渐入睡，只剩下虫鸣、破栗子的声音。依家價格幾錢啊？118蚊斤多時㗎，係。哦，俾個優惠價過你咧。连年增产增收，丰开油栗成了致富秘诀。老五独自1年的辛苦换来踏实的财富，他终于可以下山陪陪老伴儿了。老五的家就在山脚下，孩子们早已外出打工，只剩下老2口相依为命。老五带了栗子回家，老伴儿备好食材等待，倒有了久别重逢的味道。绿豆、糯米、腌制过的五花肉、炒过的花生碾成碎，再加上新鲜油栗，武大婶包的板栗粽子，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美味。不过，要吃到还需要点耐心，要放在锅里慢火熬上7、8个钟头，粽子才能绵软入味。女人包粽子，男人负责做饭。丰开油栗味道奇香，生吃清甜爽脆，熟食甘香可口，与肉类是绝配。炒、焖、蒸、炖，口感格外细腻。这放养的杏花鸡，用来和油栗焖在一起，那可是老五的拿手好菜。热油下锅，翻炒栗子至金黄色，姜丝爆香，杏花鸡添加适量酱油煸炒，然后简单1碗清水，就可以让杏花鸡和丰开油栗焖成一盘山野美味。你老公我煮的。油栗从不是珍稀之物，围绕着这粒山野果实，
崇尚味觉体验的老广反而返璞归真，简单成为游历入传的基本法则。正如守护山林的老五，心如止水，才是味道的初心。在封开，一张餐桌承载结发夫妻的岁月；而在广州，秋冬的餐台上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過年嘅推廣咧，就做咗出嚟㗎啦，嗰個意頭菜。咁而家係俾幾多150盤先咯。個蘿蔔糕嗰度片狀。咩 size？ 片狀。你留翻啲可以到後面先。每逢春节临近，冯永彪和他的团队就要开始准备萝卜糕了。过年吃萝卜糕是老广州必不可少的仪式，寓意着步步高升。萝卜这种寻常朴素的食材，也因此在老广的年节餐单上登堂入室，必不可少。匠心巧手下，萝卜被演绎出不同的滋味。最让人惊艳的经典演绎，莫过于 XO 酱炒萝卜糕。两面煎香，外焦内软，萝卜丝若隐若现的清甜，XO 酱的鲜辣咸香，在猛火镬气的催动之下，五味调和，堪称绝配。XO 酱是粤菜里的灵魂担当。在 XO 酱的诞生地香港，据说每个大厨都有一张私家秘方，是各星级酒店廚房里最高級別嘅商業機密。醬料之中嘅 XO， 因為佢將所有名貴嘅乾貨放埋喺一齊去煮呢個醬，例如柱脯啦、蝦乾啦、蝦子啦、金華火腿啦，做呢個醬嘅難度亦都係最高嘅。將泡發過的干貝細細撕開，金華火腿切成細絲備用。半鍋翻滾的熱油激發每種食材獨特的香味，再進行長時間的熬煮，味道共冶一爐，相互融合。出鍋時，透亮的紅油浮在表面，一股海洋的氣息飄進鼻腔，濃香赤色，讓人垂涎欲滴。因為蘿蔔本身係一種比較平和嘅食材，咁佢有啲 XO 醬嘅辣味咧，可以將佢嘅蘿蔔之中嘅野性去帶出嚟。彪哥炮製的 XO 醬有眾多擁躉。這位年輕的中餐行政總廚對食材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XO 醬和蘿蔔糕完全純手工製作，是對傳統的致敬。好醬自然需要門當戶對的蘿蔔糕。水靈靈的蘿蔔切成絲，下鑊煮熟。熱鍋爆香臘腸、蝦米，搖住，然後依次倒入粘米粉漿中攪拌，最後再放進蒸籠蒸煮。美味的源頭來自一根質樸的蘿蔔，而味覺的終點卻超越了蘿蔔本身。秋後蘿蔔賽人參。進入12月，龍塘村晚造的蘿蔔迎來了豐收。久聞龍塘蘿蔔的大名，阿彪也趁着自己休息，帶兒子過來體會這美味的源頭。哇！呢個好大嘅蘿蔔。呢隻蘿蔔係過年前3個月開始點，即係年底蘿蔔啊嘛。好多人都係用嚟做年晚蘿蔔糕啊。拔蘿蔔。冇鴨三就啦。阿彪是地道的廣州人，有烹飪天賦，又熱愛美食。15歲學藝，至今廚房生涯已經度過了20個年頭。然而，為他人烹飪美味的阿彪，為兒子下廚的次數卻並不多。
每逢節假日，人哋最開心嘅時候，我一定係返工嘅。我入行咁耐，其實冇真正同屋企人過嗰個年30晚。呢個亦都係我咁多年嚟嘅一個遺憾啦。好掂嗰把刀啊！难得在家休息，亲自下厨，给孩子们做几道爱吃的家常小菜，是阿彪父爱的表达。市场买回来的油水鲫鱼，慢火煎得两面金黄，再放到汤包里中火煲煮。新鮮摘回來的蘿蔔，去皮切絲。如果切得太幼，一滾就冇晒。當啲湯滾到奶白嘅時候咧，湯剩翻一半嘅時候咧，就放蘿蔔就最啱噶啦。當季的鲫魚，魚春飽滿，最後加入湯裡，一道鮮甜清香、有着牛奶般絲滑口感的蘿蔔鲫魚湯就出爐了。我就不跟你開什麼呀？可以食啦，開飯啦。辛苦啦，平時湊細路。係咪啊？你嚟試下，睇下咬唔咬到。真是好好味。自己掹嘅蘿蔔係咪好味啲啊？咬到。爸爸好辣啊！快食飯啦！对阿彪来说，厨房是事业的舞台，但最令他骄傲和满足的，却是此时此刻妻子儿女的笑脸。10幾分鐘。味道調和的最高境界，是把普通的食材烹製出難忘的味道，那是家的味道。这里是粵北地區，山嶺綿延，人煙稀少。大山深處，與羅建球、羅衛明父子倆作伴的，除了風聲和鳥鳴，就只有他們的孤棚了。濕土以下嘅溫差太刺激嘅，都要多沽出嘅咯，這是。被稱為“菇中之王”的香菇，是老廣餐桌上常見的山珍。它們最佳的生長季節是冬天。溫度越低，濕度越大，就產量越高。清遠這一片山林的菇農種的是粵北香菇，個頭不大，柄短肉厚，但香味卻十分濃郁。而衛明家的木頭香菇更是粵北香菇中的極品。這幾天天氣晴好，香菇的生長速度放緩了不少。種了幾十年菇的球叔用手輕輕一摸，就知道還沒到採收的時候。你一打嘢都冇啊，佢穿咗可以摘噶啦，佢哋。明天就是鎮上趕集的日子了，得趕緊澆點水，才能有個好收成。大山的夜晚刺骨寒冷，衛明和妻子阿娟留守在基地。羅衛明今年26歲，2012年在廣州打工的他，決定回到山裏。啱開始嘅時我都唔想走㗎，但係我一直堅持落嚟。依家我學識咗菇係點樣種嘅，我覺得都辛苦都值得。從繁華都市到寂靜山林，衛明逐漸習慣了簡單生活。平時我哋天凍都係喺度烤下火啊，煨下嗰啲香菇啊，無聊嘅時候又可以攞啲蜜蜂嚟玩下啦。你睇，等我加啲新鮮嘅蜜糖落嗰啲香菇度，仲更加香甜啊！自家釀的蜜糖刷在自家種的香菇上，再加上點豉油，放在柴火上慢慢微烤，一種豐腴富美的香味漸漸溢出，和大山的味道交織融合。係咪好香嘅？係啊，好香啊！
入口柔软筋道，有吃肉的口感，味觉中却充斥着木的清香。香喷喷、热腾腾的烤香菇，冲淡夜的清冷，温暖而甜蜜。香不香啊？新的一天，是赶集的日子。带上新鲜采摘的木头香菇和香味馍，裘叔和魏明要驱车10几里地。春夏秋冬，不管是烈日灼人，又或是刮风下雨，父子俩骑行在这条弯弯绕绕、崎岖不平的山路上，将这片山林赐予他们的美味运送出去。可以買斤翻去試下㗎，呢啲啊新鮮摘嚟嘅，真靚嘢啊！晒干的粵北香菇，1斤要卖到100多塊。相比而言，1斤15元的新鮮香菇在小鎮上更受歡迎，不到1個小時就被搶購一空。收穫頗豐，回到家自然要吃頓好的。這個鴨子6、7斤有。鸭肉切成块，洗干净，倒下去，翻炒至鸭皮有点焦黄出油，加半碗清水，焖上10分钟。山上池塘里长大的鸭子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土腥味儿，只需要简单的盐、酱油，就能带出鸭肉本身的鲜美。放入香菇，再继续焖煮。香菇吸收了鸭肉的油脂，更加饱满多汁，嫩滑香甜。这个食用菌生产基地，一年4季有10几个品种的菌类。现在正当季的还有猴头菇和香味馍。香味馍用来炒土猪肉。猴头菇和土鸡蛋一起做个汤，那香味儿让魏明4岁的儿子都一脸陶醉。把老婆捉到去浸糖汁，最重要就係嗰粒桑菇炆鴨。蘑菇是一种腐生真菌，不能利用太阳光能进行光合作用，所以香菇不需要施肥，而是完全依靠木头里的营养进行生长发育。那猴头菇、香味馍这些菌类，又是靠什么来吸收营养的呢？秘密就在这些被称作菌条的营养包上。把木头碾成粉末状，加入清水、粟米粉搅拌，把拌匀的培养料装袋扎口。做好的菌条要放进炉子里，用高温进行长达10个小时的灭菌处理，把它原本带有的杂菌孢子杀死，再放入要培育的菌种。忙活了1个下午，魏明和阿娟做了2000包菌条。2个月后，他们将迎来新的一批猴头菇的收成。木头香菇也将一直盛产到即将到来的春天。养蜂、喂鸭、种菇，魏明一家人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山里，做出了生活的抉择。最好嘅烏腩啊，好就有香味啊，有力氣又廣。明万历年间，西山村就开始种植烏兰树。呢棵樹300幾年啊，打到500米左右啦。这里的烏兰
是最好的品种车酸兰，皮儿薄肉厚，油质适中，味道芳香。将乌兰制成兰角是增城人的独创。把生乌兰投进热水，用小刀把兰肉轻轻一划，分成2半，再一起，兰核和兰肉就剥离开了。撒盐拌匀，放在竹席上晒干，就成了老广最熟悉的餐桌配角——兰角。西山兰最负盛名的是它的兰仁儿，出仁率高。浓厚的松香味儿，让古今10家公认为懒人之王。研究嘅機械研究唔到出嚟。斬開佢有咩技巧啊？要力度咯，都係慣嘅。呢啲唔可以用機械去斬喎。你機械嗰啲無情力一斬就斷㗎啦。啲欖仁斷咗就做唔到月餅啊之類嗰啲用啦。一般欖仁都係做月餅用嘅。其实，这位老人正是做5仁月饼的大拿，金九月饼的创始人郑金九。懒仁儿是5仁月饼中最关键的原材料。每年乌兰成熟之时，就是郑老爷子和他的傳承人大兒子郑日康最為用心之際。有冇辦法降低呢啲成本？係今年100斤嘅欖核咧，就斬得到係8斤左右嘅欖仁嘅啫。即係比往年不到1/10的出仁率，加上近年來烏蘭樹的減少，欖仁的價格一度飆升到200-300元1斤。我聽講你度呢度大開發啦，好多欖樹都放埋㗎啦。係好多欖樹都斬晒。如果你依家種嘅，起碼都要10幾年先有果。所以依家雖然價格貴，但鄭家人仍然堅持要用足量的欖仁，因為做出最好的5仁月餅已經成了家族使命。橄欖仁、核桃仁、杏仁、瓜子仁、芝麻仁，5種果仁匯聚成一餅圓月，成了中秋團聚的精神寄託。郑金九的父親在吳川是小有名氣的廚師，他做的豆沙餅、5仁餅是街坊追捧的美味。金九自小跟隨父親耳濡目染，喜歡研究糕點。青出於藍，父親所創的5仁餅被他改良為今天的5仁月。經過3代的傳承，郑日康從80多歲高齡的父親手中接過了擔子。而家有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嘅，係製作嘅部分咧係純手工。5仁月餅的製作工藝其實相當複雜，原料除了5種果仁，還有2樣非常重要的肉類，一是晾肉，選用300斤以上土豬的後腿肉，按照豬肉紋理切成薄片醃製，再進行3天4晚的晾乾，然後用木錘一棒一棒錘成火腿絲。另外一種是糖肉，一塊塊肥豬肉去皮，片薄，拌上糖，切成丁，再醃上15天，就變成了一粒粒晶瑩剔透的糖肉。佢哋2個經過科學嘅突破咧，令個月餅咧產生好似流金，有啲糊味嘅感覺。醃好的糖肉加入特製的香料，依次拌上5種果仁、晾肉。要把這麼多餡料攪拌均勻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要技巧，還要力氣。餡料花盡心思，月餅皮也一點不能馬虎。用上等白糖在大鍋中熬成原糖，在大罐中靜置2個月以上，就變成了這種稠度更高的糖漿原料。就像做餃子一樣，
月饼也追求皮儿薄馅儿大。然而，与其他月饼不同，金九大月饼一只饼就有2斤、4斤，最大的甚至有8斤重。如果手艺不到家，饼皮很容易破损，这极大地考验着工人们的耐心和手艺。把食材的准备交给一双巧手，而火候的控制交给精确稳定的機器。就睇下嗰度得㗎。係，好香啊，感覺嚇！啲餅啊啱啱出爐，我哋可以聞下個餅喎，嗰個香味，慢慢淡化個自然香味啊，好想食嘅感覺。五仁有着豐富的口感和層次。果仁堆疊，肉質軟糯，甜鹹融匯，細嚼之下，宛如自然的本來面目。複雜但不混亂，豐富卻不龐雜。擺上我哋嘅大熱餅，又香又甜又和味喎。一輪明月照亮時代，堅持傳統，卻從不食古不化。善於變通，主動擁抱現代，反而讓金九月餅與眾不同。滄海桑田，新舊輪替，未曾改變的，不過是一顆初心。濃與淡，荤與素，陰與陽，簡單與複雜，這看似衝突的一對對矛盾，被老廣們巧妙調和。平衡是調和的唯一答案，食材與味道兼容並包，相互調劑，共存並處，不外乎是適度的法則，慾望的克制。在一碗湯水、一盤菜肴之中，學會體悟生活的本來模樣。